嗨，朋友们，这是一期关于长沙小长假流水账 vlog。这次我们在长沙一共体验了4家酒店。长沙之旅让我们先从瑞吉开始。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家酒店是明星来长沙最爱住的酒店。之前我还不太理解，因为它的位置看起来并没有很核心。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真的挺适合商旅的，或者像我们这样对景区交通时间不敏感的游客。从机场出来，高速直达酒店，只要半个小时，而且因为不需要经过核心城区，所以也没有什么堵车的风险。大理石通铺的高空大堂，装饰也是瑞吉一贯的奢华风格。这个通往楼上的旋转楼梯看起来真的非常气派。之前就听说这家瑞吉的房间升级非常大方，确实如此。我们这次是万豪钛金，直接给了套房，而且是正经的套房，不是那种仅仅带个隔断的伪套房。跟长沙同级别酒店相比，瑞吉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每个空间都足够宽敞，有客位、大大的衣帽间、宽敞的双台盆浴室、景观浴缸，长沙天际线景色真的很不错。除了硬件不错，这家酒店还保留了瑞吉特色的管家服务，茶水饮料随叫随到，还可以送外卖。不过我觉得跟北京瑞吉相比，这里的酒水菜单少了一些。放下行李，我们先去找点吃的。酒店隔壁连通的是一个大型 shopping mall， 韵达中央广场，有盒马，还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作为米粉爱好者，来长沙的第一顿我选了炖粉。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一碗一碗煮好的米粉不一样，这个粉是要上桌后再加入沸腾的牛肉汤里炖煮几分钟。你看这表面丰富的牛油，就知道这汤可老香了，还带着点药膳的味道，香味独特，但又不会掩盖牛肉本身的肉香。这个米粉的口感也很神奇，久煮不烂，吃到最后还依然能保持爽滑的口感。米粉吃完还可以涮菜，这一顿吃的太满足了。吃饱回去运动一下，这家酒店的泳池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高空无边泳池，旁边还有个露天小花园，外面正下着小雨，还挺凉快。游完泳，我们打算去酒吧喝一杯。这家瑞吉是没有免费酒廊的，不过酒店也送了2杯酒吧的鸡尾酒，没抱什么期待，但意外的很好喝。尤其是这个月露晚亭，名字我也超喜欢，一看就很长沙。入口是酸酸甜甜的果香，回味层次很丰富，还带着些桂花的香气，十分特别。来长沙的第一顿夜宵当然要吃小龙虾，看评论说他家的招牌是卤虾，不过介于大家都说比较辣，所以我们就点了油爆虾和一些烤串。但这个烤串不知道是不是外卖的原因，我真的觉得非常普通。另一个没想到的是，这个油爆虾也真的好辣，是我目前为止吃过的最辣的小龙虾。第一次被辣哭了，赶紧叫管家送了2杯牛奶才勉强吃完。长沙的普通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辣度天花板。这顿饭吃完，我就把自己的美食搜索关键词从本地人在长沙吃什么换成了广东游客在长沙吃什么。吃完才发现，酒店晚上的夜床服务居然还给布置了泡泡浴，而且是那种洒满了花瓣的全套泡泡浴。早上好，酒店的早餐种类还挺多的，但我个人觉得精致有余，味道普通，不如这次住过的其他几家酒店好吃。尤其是西点面包，看着挺不错的，但味道和口感都不太正宗。吃完饭，我们还去对面的 W 参观了一下。这2家酒店是同一个业主，所以可以从6层的花园天台直接过去。花园的风格一半是瑞吉，一半是 W， 这种冲击还挺有意思的。这家 W 是太空主题的设计，还挺酷炫的。我觉得下次来长沙住瑞吉，晚上来 W 喝一杯应该很不错。电梯里面也挺酷炫。这是啥意思呀？独角兽吗？从瑞吉退房出来，我们在长沙体验的第2家酒店是位于市中心 IFS 楼上的马科。我们也是第一次住这个品牌，它属于 GHA 的会员体系。从整体设计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时尚年轻化的品牌，装饰了好多新奇的公仔，还有个休闲空间，里面还有电子琴和架子鼓。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年轻人，很热情，超有活力的。欢迎礼还有本地特色的零食大礼包，这里给我们的整体感觉特别像 W 的平替，整体的设计风格和面向的人群跟 W 都有重合，但价格只有 W 的一半。当然便宜也是有它的原因的，从房间也能明显的感受到两个品牌在装修成本上的差异，尤其是卫浴啊、床品这些用起来品质就没有那么好。我不太喜欢这种外置洗手台的设计，虽然节省了空间，但总觉得整个卧室会因此变得潮湿，所以对我们来说，这里更适合外出行程比较多的日子。楼下的风景是中国人民银行。放下行李，我们今天要去打卡橘子洲头，坐地铁到景区，然后一路跟着人流走就可以了。出站就可以坐小火车，我就觉得一下来就感觉这个景区只能坐小火车，没有步行这一条路。不过像我们这种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多运动嘛？所以我们果断放弃了小火车，然后就一路走到崩溃。整个景区真的非常大，走到一半就扛不住了，必须买根烤肠才能继续。终于在徒步2个小时后，我们跟大部队会合了。此刻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毛主席的巨幅雕像，亲眼看到这个场景还是觉得非常震撼。我们这次还碰上了小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其实我小时候也有这种类似的活动，但当时年纪太小，只觉得像春游一样，不用上课就很开心。而我真实切身体会到爱国这件事，其实是在出国留学之后。你会发现，网上好多的信息都有巨大的误差，国外并不像公知们宣传的那么完美，国内当然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很多你不满意的问题，诸如公平、阶级固化，出去后发现其实哪里都一样，职业的天花板甚至更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国内那些习以为常的优势，比如便捷的物流、外卖、美食、治安、归属感，以及最重要的独立的国家主权，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奢侈。不过我现在确实也能明显地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人其实更爱国。一方面是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让大家更加自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自己走出国门，亲自去体验一下外面真实的世界，也就没那么容易被带节奏了。景区一圈逛完，我这2条腿是要废了，所以晚上就找了一家店来按摩，刚好赶上了晚餐自助的尾巴，还有挺多菜和水果的。早上好，这家酒店的早餐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虽然种类没有那么多，但胜在每一种味道都很正，还注意了摆盘的细节，时不时的还会有工作人员过来跟你分享一些特色小吃。这个价位的酒店能提供这种形式的早餐，我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从马科退房，我们今天要换到第3家酒店长沙君悦，这也是我们这次在长沙住过的最满意的一家酒店。它虽然年头有点久，但位置真的无可挑剔，位于湘江边，楼下就是杜甫江阁，可以看到整个橘子洲头景区以及对岸的岳麓山。酒店周边步行范围内全是必打卡景点，所以非常适合旅游的朋友。这家君悦是有酒廊的，当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询问是否需要餐厅推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又是工作流程，大概要推荐自家酒店的餐厅套餐吧，所以只是简单说了句长沙的菜比我们想象中辣好多。没想到小姐姐立刻开始狂翻手机，说有几家馆子是她私藏的，她作为本地人觉得完全不辣，但味道很好，价格合理，推荐我们可以去试试。然后她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酒店周边的网红景点，告诉我们很多景点现在已经过于商业化，她本人觉得丰盈西里这样的小街区其实更好逛，所以好的工作人员真的会让住客对于酒店的印象大加分。一起去看看房间吧，我们这次是环球客，所以基础房免费升到了高层的角房。这景色确实还蛮好的一进房间就被窗外的景色震撼到了，270度落地窗外的湘江美景尽收眼底。坐在屋里就能看到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这种俯瞰全城美景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整个房间面积非常宽敞，因为都是厚重的实木家具，所以即使这是一家老酒店，装修风格或许有些年代感，但并没有让我们觉得陈旧，反而会有时间沉淀的感觉。所以如果你问我下次来长沙只能住一家酒店会选哪里，君悦是毫不犹豫的答案。放下行李，我们先去周边逛一圈，走了5分钟就到了第一个景点太平老街，是一条特别热闹的商业街。虽然这里的店铺看起来都是专门为游客设计的，但拍照打卡真的很出片。经过太平老街，再往前走一个街区，就来到了另一片更时尚的商业街。相比太平老街，我是更喜欢这个街区的风格，很多店铺都非常有设计感。逛着逛着，肚子有些饿了，我们去了君悦小姐姐推荐的一家家常菜，看起来是家有年头的老店，没什么环境，就是苍蝇小馆。我觉得他家招牌的肉丸其实比较普通，就是量大实惠。但另外点的2道菜我真的超喜欢，一个是热拌腰花，腰花嫩嫩的，完全没有异味，搭配蒜末香菜太好吃了。还有这个肉泥包菜，辣辣的带点醋味增香。我们虽然被辣得嘶哈嘶哈的，但依然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狂炫，尤其是拌米饭吃，十分下饭。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还经过了坡子街，也是一片超热闹的美食街区。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这里的必打卡景点当然是噔噔噔噔，来派出所打卡算不算中国独一份？一起慕名而来的人真是不少。然后我们还去打卡了茶颜悦色的集合店。在长沙，茶颜悦色不仅仅是奶茶，还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喝点小酒，也算是个地区限定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味道也不错，酒精味不重，像我们这样不常喝酒的人也能接受。酒店楼下就是超级文和友，虽然这个地方已经火了好多年，但第一次来还是很震撼的。它非常真实地还原了老长沙的市井生活，有好多小摊美食，里面各种店员 NPC， 感觉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摆摊的摊贩。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大型沉浸式互动情景剧，但问题就是排队等位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住君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拿个号回房间等位子。不过我们今天刚吃完晚饭，所以只能下次再体验了。晚上回酒店赶上了 Happy Hour 的尾声，晚餐的酒水选择比较多，还有一些简单的甜品沙拉，不算丰盛，不过长沙的美食真的吃不过来，酒廊就用来吃点水果喝点东西就可以了。早上好，早餐依然在酒廊，但菜品好少，而且也不好吃，就不建议大家体验了。从君悦出来，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今年刚刚开业的长沙百悦。其实我个人不喜欢太新的酒店，一方面是酒店的运营团队需要磨合，所以你的体验很可能会大打折扣。另外就是担心装修污染，所以开业1-2年的酒店其实更合适一些。但这次来刚好赶上百悦开业，怎么能错过呢？结论就是有点踩雷。酒店的位置在 RFS 尼伊阁楼对面。酒店设计上，我觉得1楼的到达层空间感还不错，这幅金丝铜线交织的挂画特别好看，据说灵感来自于湖南的湘绣。不过上楼之后的整体感觉怎么就变成了紧紧巴巴不大气？大堂、走廊、酒吧这些公共空间都窄窄小小的，赶上节假日，大堂里更是挤满了人。大哥想要在走廊上伸个懒腰都能碰到墙。整个酒店我觉得只有泳池还算宽敞漂亮，搭配长沙赛博朋克的夜景，非常酷炫。还是一起去看看房间吧，这里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样板间。如果说这是一家安达仕，我觉得可能还不错，但总觉得百悦不止于此。这次我们的房间景色也很一般，算是一半江景一半尼伊阁楼的楼景吧。另一个对我来说完全不能接受的是，房间里装修的味道非常大，这也是万万没想到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就熏得头疼，等待空气净化器的时间，我们也只能出门逛逛，所以就去了旁边的丰盈西里，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老街区，隐藏着好多可爱又有设计感的小众咖啡馆，还有工作室。
比如我们打卡的这家甜品店，老板就收藏了好多有趣的小玩意儿。梅子酒据说是老板娘自己酿的，搭配香草冰激凌特别好吃。晚餐我们去吃了君悦小姐姐推荐的另一家店，这家店就是香而不辣的代表了。就算完全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每一道菜都是现炒的，锅气十足。我真的受够了北京大街小巷的各种预制菜。晚上回酒店还点了一顿小烧烤，虽然同样是外卖，但这家的烧烤明显要好吃很多，下次来一定要去店里尝试一下。早上好，我觉得百悦的早餐真的非常好吃，是这次4家酒店里最好吃的。虽然种类不多，但能感受到每一种食材都是用心挑选搭配的，味道非常好。热菜有小炒那味儿了，单点的小炒肉米粉也超级好吃。作为吃货住酒店能吃到这样品质的早餐，真的特别开心。好啦，这就是本期长沙流水账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去长沙的酒店选择有些帮助吧。